晚上的自由时间，陈小娟发现朱自强跟顾晓都不见了踪影，她的心里敲响了锣鼓，便带着王明阳假装去散步，实则想要找找看顾晓他们在哪里。果然在露营区附近的老街，他看到顾晓跟朱自强正在对着摊位的小玩意有说有笑着，他连忙牵着王明阳小跑步赶上他们。诶，你们也在这里呀？陈小娟看似平静地跟顾晓他们打招呼，但王明阳却在一旁因为刚才的跑步喘着气。明阳，你怎么这么喘？顾晓很关心地摸着王明阳的小脸蛋，朱自强闻声也关心地看着小孩。你们也在逛老街吗？我们一起逛吧。陈小娟慌忙地擦拭小孩脸上的汗水，然后对着顾晓笑着说道。顾晓当然没有意见，他开心地牵着王明阳的手，先走了一步向下一个摊位迈进。陈小娟见他和朱自强被单独留下了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朱自强难掩落寞地看向已离去的顾晓，他客气地跟陈小娟说，走吧，一起逛逛吧。陈小娟点头答好，然后两个人便这样随意漫步，并看着不远处顾晓他们的身影。在朱自强的眼里看的是顾晓，而陈小娟的眼里是小孩王明阳。陈小娟觉得现在这一刻好像当初她和王志胜谈恋爱的情景，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，才刚刚认识没几天，两个人也像今天这样在热闹的夜市中慢慢地走着。她记得那时王志胜是第一次牵起了她的手，她感觉自己的手好像碰到朱自强的手了。这时远处传来王明阳的声音，妈妈，我想玩这个。王明阳指着飞镖射气球的摊位。陈小娟笑着看了朱自强一眼，然后跟小孩说，让朱叔叔陪你一起玩好不好？好啊。王明阳眼睛发亮地看着桌上的飞镖。陈小娟忙上前照看小孩，一边想付钱给摊位老板。执行长，陈小娟开心地回头想问朱自强要不要一起玩时，赫然发现朱自强跟顾晓又不见了。这时她莫名想起稍早前男同事对她说的话，我有一个亲戚也是离过婚有小孩的，他也想找个对象，有机会的话我再介绍你们认识。陈小娟心里很是不平衡，她是离过婚带着小孩，但她为何也要选择跟离过婚带着小孩的男人在一起？她不管是大学时代刚进入职场时，她一直都是女生中最受男生欢迎的主角，连顾晓都说过，如果我有你的一半美貌，我觉得我的人生会更加精彩。但是现在是怎么了？怎么所有的人都把她视为折扣商品？好像她不再是一个女人，不再有吸引人的魅力，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陈小娟落寞地为孩子付了玩游戏的钱，看着小孩一直失准射不中任何一颗气球，就好像她也一直在自己的计划里失策一样。顾晓被朱自强拉到陈小娟看不到的地方，他有些气坏地打了朱自强一下，你干嘛这样？明阳想玩那个飞镖，我也想玩耶。朱自强抓着顾晓打他的手，然后两个人意识到这样的亲近动作有些不妥，便彼此松开了手。因为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朱自强又露出他阳光大男孩的笑容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走走吧。两个人开始往回露营地的方向走去。朱自强认识顾晓好多年了，
听过她在大学时交过一个男朋友。上次她找陈小娟一起吃饭，没有问出什么关于顾晓的消息，反而听了很多陈小娟的故事。陈小娟好像是一个可怜的女人。朱自强想到那天跟陈小娟吃饭时，她所透露出来的沧桑感。怎么这么说？顾晓有点意外，朱自强会这样形容一个女人。她去年离婚了，其实小娟以前很受欢迎的，我还曾经有过很羡慕她又很嫉妒她的时候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后来就变成这样了。我有天跟她一起吃晚饭，她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她前一段婚姻的事。朱自强像是在解释他为何会那样形容陈小娟。一起吃晚饭，你们两个已经这么熟了啊？顾晓很惊讶地看着朱自强，他以为朱自强像往常的男人们一样，都被陈小娟吸引住了。哪有，一起吃晚饭就很熟吗？他们找了一处公园的座椅，朱自强为顾晓拍了拍长椅上的灰尘，才让他坐下。一起吃晚饭不熟吗？我们也很常一起吃晚饭啊。顾晓随口回应着，但心里还是觉得被陈小娟抢的东西，又跟过去一样，只要是他身边的男人都会对陈小娟有兴趣。看来朱自强也跟那些男人一样。顾晓在心里忍不住给朱自强打了扣分。也许男人都是肤浅的，只在意外貌，不在意相处的感觉吧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大学时交的那个初恋男友吧，他当时跟他的双胞胎哥哥一起追我和小娟。后来我们在一起之后，我因为很喜欢他，所以很珍惜那段感情。没想到他跟我分手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本来跟哥哥都一样喜欢小娟，只是他追不到小娟，才选择跟我在一起。但因为我对他太好了，他觉得很对不起我，觉得应该跟我分手。顾晓现在在谈到这一段感情，已是云淡风轻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说，好奇怪，所有我觉得有好感的男人都会喜欢小娟。朱自强愣了一下，马上问说，所以你对我没有好感吗？啊？顾晓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应，你怎么会这么说？因为我对你有好感啊。朱自强给了一个大大的灿烂笑容，我从很早就发现我爱上你了，只是你一直都没发现而已。这个意外又直接的答案，让顾晓瞬间红了脸颊。他从来没有想过朱自强会喜欢他，他以为像他这样平凡的长相，是不可能会吸引到任何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。就像当时的王志胜一样，一开始会接近他，也是因为知道她是老板的女儿。但在一看到陈小娟后，王志胜就不再对她有兴趣了，让他感觉王志胜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偏偏陈小娟深深地爱上了王志胜，他也阻止不了他们的感情发展。朱自强直接的告白，不止震撼了顾晓的心，也震碎了不远处偷听他们谈话的陈小娟。原来他自始至终都是不被选择的那一个，他怎么会输给顾晓呢？